大家好，欢迎来到丹麦的哥本哈根。这一集呢，小西会带你去尝一下丹麦的当地人会吃一些什么美味佳肴，还有当地的一些饮料、酒精都是一些什么味道。因为我刚刚下飞机，所以说我现在应该是第一餐，在我的酒店的附近，评分还不错，带我去看一下。来菜单了，也看不太懂。这边是酒，我应该等下就叫他推荐一下了。这边，其实价格还可以，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这个应该是大菜吧。在爱尔兰呢，强酒精是叫 shot， 然后在丹麦呢和北欧国家是叫 snap。我刚刚点了一杯这边非常有名的，它的牌子是叫 Linian 的 snap， 他们一般都是随主菜一起吃。然后这种 snap 呢，它是从土豆还有一种各种药草里面酿制的，所以有很强的清香，但是这个的酒精浓度非常高，是40%。我发现丹麦人应该很强悍，菜没有跟我上，就把这个酒精给我上。这边有一些沙拉，特意拿了一些我没有吃过的，像这个我不知道什么，应该是水果。然后他们这边是用那个油浸那个大蒜，这个是油浸大蒜，然后还有这些蔬菜是好像没有看过的，我来尝一下什么味道。油浸大蒜子，我想象的味道是很冲鼻而来的大蒜味，但是一点大蒜味都没有，很香，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好吃，没有大蒜，这好像是一种不同的大蒜，没有我们平时做菜的大蒜味那么浓。第3粒，超级好吃。我来尝一下，尝这个红色的果子，我没有吃过的。哇靠，那个是辣椒，那个是辣椒，里面有爆浆出来的一粒粒的辣椒籽，是我第一次吃。我来尝一下这个蔬菜，有带花的，看一下，给大家看这种带花的蔬菜，我看那边很多，应该是这边当地特有的。应该我吃过，很普通，就是一般的沙拉的蔬菜。我就跟那个店长说，你跟我推荐一个丹麦的当地食物，然后他就推荐了这个。然后先尝一下这上面的这些蔬菜，包菜，有点黏黏的感觉。切一下，这完全就是像牛肉汉堡里面的牛肉，闻到牛肉味。基本上是牛肉汉堡，味道很好，酱料也非常的浓郁。我发现真的吃了很多肉以后，然后吃这个黄瓜真的是有解腻的作用。干杯，第一碗。哇，什么感觉呢？很多药草的清香，而且你根本感觉不到是有40度的酒精浓度，非常清香。有点水果，然后加药草混在一起的清香，非常淡。哇，但是后劲很足，现在在麻喉咙。干杯！
给大家介绍第2家吃的地方。来丹麦怎么能错过这边的甜品呢？然后我身后这家是我做过功课的，是一对丹麦夫妇推荐的，是当地等于是这一块区域的人是从小吃到大的。大家看，已经很多人了，现在。Hello, I might need your help. Yeah? Can you introduce? I want to try some Danish Yeah. pastry. Yeah. Can you introduce some to me? I would probably go for this. That one. Yeah. Okay. So this is just the most traditional Yeah. Danish. It's cinnamon Okay. and just Danish pastry. Okay, I'll take one of that. Yeah. Yeah, I would definitely go also for some of this. It's called a romkohl. 给大家看一下，实打实的。我刚刚听他讲，他这个里面是用等于是废角料做出来的，揉成一团，然后再去做，但是不是说过期的，等于是当天还可以继续再用的，没有做完的一些东西。哇，这个饱感很足，里面有酒精的味道。我觉得我吃完这一个，今天可以支撑到。里面有一个白色的，等一下，我要漱下口。现在嘴里还是球的味道。非常新鲜，而且它不是特别甜。我刚刚咬了一小口白色的，甜甜的。很好吃，很适合配咖啡。而这个价格在哥本哈根真的是不算贵，因为基本上跟都柏林的价格是一样，而且分量非常十足。好了，这一店就探到此，下个店再见吧。第3个地方，这个地方叫 Torvhallen，那个丹麦语真的是太难读，我已经放弃了。Welcome to Copenhagen。啊，太难读了。这个地方呢是当地的一个生鲜市场，也有各种食物的一些摊子。然后我现在进去看一下，也有点饿了，看里面有卖什么东西。在丹麦呢，哥本哈根有另外一个当地的食材。啊，好冷的鼻涕都出来了。也是叫smørrebrød， 等于是它下面是面包，然后上面它会放不同的海鲜，然后有很多种。刚刚他跟我推荐的是这个，因为我昨天喝那个历年非常好喝，然后叫他给我推荐了另外一个 snap。先嚼一下。有点冷。但是我觉得，冷的味道很浓郁。它上面有鱼，然后有那个 pickle 的黄瓜，还有这个是黄油豆子，味道非常的浓郁。虽然是冷的，但是味道很满很足。非常好吃。大家来一定要试一下，因为是哥本哈根丹麦的特色。我知道为什么有非常健康的感觉，因为它下面这个面包是很有机的那种黑面包的感觉，就非常健康的那种感觉。它搭配真的很好，面包，然后炸的有2层鱼，然后中间有那个应该是蛋黄酱，然后还有这个豆子，还有这个 pickle 的腌制的那个黄瓜，味道刚刚好，而且搭配起来非常高级的感觉。给大家试一下这个酒精，因为我叫他说是非常辣的，我试一下。啊，哇！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了丹麦的这个 snap， 非常清香，
我看一下过几秒会不会烧喉咙。刚吃进去，很清香，很多香草的味道，而且这个是很浓的香草。昨天我记得那个是它有一些水果的味道，这个是完全的香草的刺激的味道。一口酒精，再配这个，真的是绝配。最后一口，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好吃，非常推荐。关门。我还是因为刚刚喝了酒精，然后我路过一家卖酒的，我叫那个店主给我推荐一个丹麦的饮料，他给我推荐这个，就是和他的店名是一样的，叫什么 Mikkeller， 然后来尝一下，干杯！啊，味道非常好，有点像，说不出来，反正和我喝过的一个酒很像，忘记叫什么名字，很有清香，会有清香回味的感觉。如果丹麦呢有什么可以说一样食物代表丹麦，那一定就是这个 steak frisk， 就基本上是一个炸猪肉。我刚刚它一端上来的时候就非常的香，应该很符合中国人的胃口，因为非常，oops， 掉了一个猪肉，好。大家知道我想起什么味道吗？我刚刚把这个一放在我的嘴边，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我妈在家炸那个猪油渣子，应该每个人的家里都炸过，就是把猪油炼猪油，就是那个味道，一毛一样。浸猪油渣子，我来尝一下这个配菜，是这边还挺流行，在爱尔兰也经常看到的紫色的。一尝就是健康的味道，应该是紫薯。我完全觉得这道菜呢，等于是享受猪油的香味，大过于你真正去吃它。大家可以听一下有多硬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真的就是嚼猪油渣子，等于是丹麦版的猪油渣子，很香。但是吃很多的话，不会觉得很惊艳。今天的第3杯啤酒，如果兴致好，是一盒停不下来。干杯 ，Cheers！最后一个甜品，我已经吃得很撑了，但是这个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非常丹麦的甜品，是叫传统的苹果派。这个不是我说的，真的是看丹麦人的视频做过功课的。来，哦，掉了，我首先讲，我刚刚吃了很多那个猪油渣子，我的肚子里面很腻。其实他刚刚问我，哦，你还有甜品，我心里是抗拒的，因为甜品我想到都是很甜，很多糖。但是我刚刚这一下去，糖分很少，就是一点点，有很清甜的感觉。
就不会像你想象中的甜品那么的甜，非常非常清甜，而且它这个上面的奶油的分量非常多，大家可以看上面的奶油非常多，然后它下面是一粒一粒的很硬的，我不知道是什么，这种拍不清楚，非常非常硬，比猪油渣子还硬。真的非常好吃，我吃上瘾了。我真的是以为我自己不会喜欢吃的。大家知道丹麦的物价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高。我之前基本上都是用刷卡，如果我用现金的话，我心应该在淌血。刷卡你就哔，反正都感觉不到。但是今天呢，我到这个地方，应该是哥本哈根喝酒，应该算最便宜的一间。酒馆是非常非常的在地，非常非常的丹麦风格。然后我现在进去看一下有多便宜，我听说比爱尔兰还便宜。真的是比都柏林是要便宜很多的。另外有一个不喜欢烟的人就不要来了，因为这边是可以抽烟的，在室内。大家不要说我不会倒酒，因为我有一个要拿的照相机，我知道是要斜得到才不会有泡。然后呢，这个 Tuborg 是完全丹麦的，它最早是在丹麦北边是一个品牌，然后它第一杯酒是在1880年的第一杯丹麦 Tuborg。它是在1970年，然后纳入了 Carlsberg， 大家应该知道很有名的一个 Carlsberg， 纳入了那个集团名下。这个说实话还是我第一次尝 Tuborg， 好像没有上次没有点这个，干杯！很淡，很淡，很淡，很淡的清香，不错。第二杯，喝完这杯走。我发现如果我在这边做，应该可以喝很多杯。